哎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那个医疗仪器里面发出来的红光，跟我们家里装饰用的那种 LED 红光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看起来都红红的啊，真的有差吗？这问题问得非常好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揭开这道光背后很不一样的科学秘密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要来破解的核心迷思就是这个：所有的红光真的都生来平等吗？你看哦，它们颜色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可是啊，在物理特性还有对我们身体产生的效果上，是不是真的有天壤之别呢？好，那我们就来介绍今天擂台上的两位主角。左边是我们超级熟悉的 LED，也就是发光二极体；右边呢就是镭射。你看，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在发光嘛，但驱动它们的物理原理，那可就完全是两回事了。也正是这个不同，让它们在医疗上的应用简直是天差地远。OK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索地图。我们会先看看这两种光的特性有什么不同，聊聊聚焦和团结这两个秘密，然后把它们跟医学连接起来，最后给你一个一听就懂的最终结论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关键的差异，这可以说是镭射的第一个秘密武器哦，那就是聚焦的能力。首先，什么叫做准直性啊？讲白了，意思就是这个光束到底有多集中、多直。准直性高的光就很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，目标一致，笔直的往前冲，完全不会散开。这里有一个超棒的比喻，可以帮助我们马上理解。你想想看 ，LED 就像我们洗澡用的莲蓬头，那个水一喷出来，是不是就四面八方散开了，力量整个都分散掉了？那镭射呢？它就像洗车或消防队在用的那种高压水柱，唰，能量全部集中成一条线，有强有力的射向目标，是不是差很多？所以你看，关键就来了。这个物理上的差别，直接决定了医疗上的结果。镭射那种高压水柱的特性，让它的能量可以穿透我们皮肤这道屏障，一路冲到身体深处的血管，直接去照射我们的血液细胞。可是 LED 那种莲蓬头的光呢，它的能量啊，才刚碰到皮肤表面，大部分就都散光了。好，讲完了第一个秘密武器。接下来我们要谈第二个，而且这个可能才是最关键的差别。这关系到光是怎么样跟我们的细胞沟通的。同调性，这个词听起来是有点专业啦，但它的概念其实非常简单。你就想象一下，所有的光波都变成一个个的士兵，他们在行军的时候，脚步是完全同步的，同时抬左脚，同时踏下去。这就是一股团结又有秩序的强大力量。这个比喻就更传神了。LED 的光啊，就像一个乱糟糟的菜市场，每个人都乱走一通，你往东，我往西，吵吵闹闹，力量都互相抵消掉了。那镭射光呢？它完全相反，它是一支在阅兵典礼上的军队，所有人的步伐整齐划一，啪啪，每一步都踏出惊天动地的共鸣声。这一点真的超级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镭射这支军队整齐划一的跺脚，才能产生足够强大的共振，去敲开我们细胞里面那个能量发电厂，也就是粒线体的大门，把它叫醒。这个过程就叫做光生物调节作用，是一种非常深层次的生物效应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刚刚讲的这两个物理概念，高压水柱和齐步的军队，把它们拼在一起，来看看在静脉镭射治疗里面，他们是怎么样合作无间的。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走的哦。第一步，先靠准直性，也就是那道高压水柱的力量，让光束成功穿透我们的皮肤。然后呢，第二步，它顺利抵达目标，也就是我们的血管。最后第三步就换同调性，也就是那支军队上场了，用他们整齐的共振去活化细胞里的细胞，帮他们补充能量。所以我们来个
一翻两瞪眼的直接劈腿。你看，医疗雷射的目标是我们血管里的血液细胞跟深层组织，它要透过光生物调节作用来达到一个全身线的火化。那一般的 LED 呢，它的目标就只是皮肤表面，做的是局部的保养。所以你看，从目标、机制、穿透深度到最终目的，这两者根本就在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好了，经过了这趟从物理学到生物学的旅程，是时候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了，来听听专家的最终判决了。这就是最关键的一句话，也是最精辟的总结。你可以把 LED 想象成是给皮肤做保养的温和光线，主要是做表层的修复。但是雷射呢，它更像是一把精准的光的手术刀，它的目标是给我们的血液进行深层的活化。你看，一个是日常保养，一个是深度激活，层次完全不同。所以说，下次当你又看到一道光的时候，不妨在心里问问自己，这道光，它到底是一群在逛菜市场的散乱人群，还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啊？当我们了解了这背后的科学原理之后，我们就能用更清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各种科技了。